欢迎来到轻声慢读。今天我想陪你读一个看似写给孩子，却让无数大人流泪的故事——夏洛的网。在一只小猪与一只蜘蛛之间，我们看见了友谊、爱，以及如何温柔地面对死亡。这是一本让几代人终身挚爱的经典。我们小时候读过的书，就像吃过的食物，也许你都想不起来当时吃过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真正的营养就会长成你的骨头和血肉。它对一个人的内在塑造意义重大，这就是经典。夏洛的网就是这样一本书，它讲了什么呢？有一只小猪，刚出生的时候很不幸，因为猪妈妈一胎生下了11只小猪，它是最后出生的那一只，又小又弱，只有老鼠那么大，就被叫做落脚猪。这只小猪太瘦小了，很难养活，所以它一出生，它的主人就打算杀掉它。主人家的小女儿不忍心，救了这只小猪，给它起名叫威尔伯，很爱它。可它毕竟是猪，农场里的猪长大之后只有一个命运，那就是变成火腿。但小猪威尔伯却逆天改命了，因为他认识了一只名叫夏洛的蜘蛛。夏洛用自己的丝在猪栏上织出了被人类称为奇迹的文字，让威尔伯在集市的大赛中赢得了特别奖项和一个安享天年的未来。可这个时候，蜘蛛夏洛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所以这是一本关于友谊、关于生死和爱的书。友谊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天生弱小，但弱者间的友情和彼此帮助能让我们不害怕、不放弃，直到渡过难关。当遭受霸凌的时候，当被抛弃的时候，当命运不公平的时候，这些时刻一定会有。孩子们和大人们都会觉得那一刻非常难。能够支撑人度过这个艰难时刻的是什么呢？在我看来，就是善良、友谊和爱。唯有善良、友谊和爱会给人新的勇气，让你重新面对生活。不要怕，往前走。弱者也要找到自己的力量。夏洛的网和小王子、小毛驴与我，这3本书并称为20世纪3大心灵读本。这个关于蜘蛛和小猪的故事，不仅是写给孩子的，也写给大人。弱小者怎么样才能够改变命运？你有没有找到生命中的夏洛呢？我们今天一起来读这本书。有一天的早晨，小女孩福恩看到父亲约翰·阿拉布尔先生拿着一把斧子，急匆匆地往猪圈走去。她问妈妈说：“爸爸拿着那把斧子去哪儿？”妈妈告诉她说：“昨天夜里下小猪了，其中有一只小猪太小太弱，不会有出息。你爸爸准备干掉它。”福恩一听就急了，急忙冲出去阻止父亲。他追上父亲后，有一段很精彩的对话。小女孩说：“小猪生下来小，它自己也没办法，对不对？要是我生下来的时候很小很小，你也把我给杀了吗？”阿拉布尔先生就微笑着说：“当然不会，不过这是两码事，女孩小是一回事儿，落脚猪小又是一回事儿。”福恩就回答说：“我看不出有什么两样，我听到过那么多不公平的事，这件事是最最不公平的。”在福恩的坚持下，阿拉布尔先生让步了，留下了这只小猪，并把它送给了福恩。一个人拥有一只小猪，这是多么有福气的一件事。福恩像对待婴儿一样照顾这只小猪，每天用奶瓶喂它喝牛奶。他爱这只小猪胜过一切，还给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威尔伯。当小男孩艾弗里向爸爸提出：“我也可以有只猪吗？”艾弗里的爸爸是这样回答的：“不，我只把猪送给早起的人。”阿拉布尔先生说：“福恩天一亮就起来打抱不平，要扫尽天下不平事。结果他现在得到了一只小猪。没错，它是很小，只有一丁点大，不过到底还是猪。这正好证明早起的人会有什么好处。”好的，亲爱的书友们，这本书说了，要早起。关于福恩和小猪的友情，真是一段幸福的时光。书里描写了很多细节。威尔伯爱喝牛奶，再没有什么比福恩喂他热牛奶更让他开心的。他会站起来，抬起头，用深情的眼睛看着小女孩。每天早晨吃过早饭，威尔伯就和福恩一起走到大路上，陪他等校车。小女孩朝小猪挥手告别，小猪就站在那里，一直等到校车拐弯看不见为止。福恩下午一回家，威尔伯就跟着他到处溜达。小主人进屋，他也进屋。要是小主人上楼呢？威尔伯就等在楼梯脚边，直到小女孩再下楼来。如果小主人用玩具婴儿车推着他的洋娃娃去散步，威尔伯就会在后面跟着散步。
威尔伯走累了，福恩就干脆把他抱起来，放到婴儿车上，这只小猪就会闭上眼睛，在洋娃娃的毯子底下睡觉。真是美好，日子天天这样，白天快快活活，夜里安安静静。在福恩的庇护下，威尔伯无忧无虑地长大了。可是威尔伯5个星期大的时候，阿拉布尔先生准备卖掉他，因为威尔伯胃口大了，除了喝牛奶，他要开始吃剩菜。阿拉布尔先生不愿意再养他。威尔伯的10个兄弟姐妹也都已经被卖掉了。福恩听后忍不住大哭起来。这时候他的妈妈灵机一动，就建议爸爸说：“我们把威尔伯卖给附近农场的朱克曼舅舅吧，这样福恩可以经常去看望他。”就这样，威尔伯就搬了家。他搬到了朱克曼的谷仓下面，他必须面对一个新的生活圈子，就像我们一样。威尔伯的新家是一个温暖又舒适的地方，福恩几乎天天来看他。6月里，威尔伯已经快2个月大了。为了获得自由，在一只母鹅的纵容下，威尔伯进行了一次逃亡。站在猪栏外面高高的草丛里，威尔伯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可是没高兴多久，他就被抓回去了。第2天下雨，天色阴沉沉的，雨水打乱了威尔伯的计划。他想有一个能一起玩耍的朋友，于是他就去问了母鹅、小羊羔，甚至藏在谷仓石槽下面的一只老鼠。可是没有人愿意跟他玩。威尔伯感到又孤独又无助。这里住着那么多的动物，可是他们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他们没有人关心新的生活和小猪。威尔伯找不到说话的人，他感到很孤独。到了晚上，威尔伯躺下却睡不着，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忍受这可怕的孤独。但是傻猪有傻福，寂静的黑暗中传来一个很细可是很好听的声音：“你要一个朋友吗，威尔伯？”那声音说：“我可以做你的朋友，我观察你一整天了，我喜欢你，可我看不见你。”威尔伯跳起来说：“你在哪里？你是谁？”“我就在上面这儿。”那声音说：“睡觉吧，明天早晨你就能看见我了。”这是谁呢？威尔伯非常渴望见到这位新朋友，所以天还没大亮，他就大声地叫嚷：“让昨晚那个好听的声音现身吧！”不料招来了羊们的反感。“咩，别乱叫了，威尔伯。”最老的那只羊说：“如果你在这里真有个新朋友，你这样叫恐怕只会打扰他休息。大清早人家还在睡觉，你却把他吵醒，这是最容易伤害感情、破坏友谊。你怎么能肯定你的那位朋友是早起的呢？有没有深深的共情？对于不肯早起的人怎么办呢？包容对方，不要随意打扰他人休息，是尊重的体现。”终于，威尔伯找到了声音的来源，在门口上端的大蜘蛛网里，有一只灰色的蜘蛛，它有一颗橡皮糖大小。实话说，这很渺小，比猪鼻子还小。它有8条腿，此刻正向威尔伯挥动其中的一条腿，友好地打着招呼。所有的动物都说它太丑了，好恶心。这只灰色的大蜘蛛就是夏洛。威尔伯看着它，突然发现一只苍蝇撞上了夏洛的蛛网，夏洛就飞速地爬过去，吃掉了这只早餐。威尔伯吓坏了，他觉得夏洛很残酷，他这么嗜血，让人觉得恐惧。谷仓里的其他动物也都很看不上这只蜘蛛，但威尔伯还是试着接受了这个朋友。这个时候，威尔伯还不知道，在夏洛凶猛残忍的外表下有一颗善良的心。到最后，夏洛会展示出自己是一个多么忠实的朋友。夏天慢慢的过去，威尔伯一天比一天喜欢夏洛。看着夏洛吃苍蝇，他也不像刚开始那么难受了。而且威尔伯和谷仓里的其他动物们也渐渐的熟悉起来。当第一只小鹅刚刚从母鹅的羽毛间伸出它深绿色的小脑袋朝四周张望时，就被夏洛看到了。夏洛马上发表了一段即兴演讲：“我想，我们仓底这儿的每一位都很高兴知道，我们的母鹅老朋友经过4个礼拜持续的努力和耐心的照料，现在有些宝贝要给我们看看了。小鹅诞生了，请允许我表示衷心的祝贺。你看，它是多么的有礼貌。”谷仓里的动物们现在相亲相爱了，有公鹅、母鹅和它们的7只小鹅，老羊和小羊羔，还有那只老鼠，它的名字叫坦普尔顿。在这里分享一个小秘密，大家不要轻易的给一只动物起名字，因为一旦拥有名字，它就不再是一只动物，它是朋友。在朱克曼先生的谷仓里，威尔伯一天大吃3顿，其他时间就是躺着，有时半睡半醒，有时做着美梦。他的身体很棒，
越长越胖，危险也就越来越近。一只猪如果很胖会怎么样？有一天下午，当福恩正坐在他的凳子上的时候，最老的那只羊走进谷仓，停下来看着威尔伯。您好，他说，我觉得你发福了。是的，我想是的，威尔伯回答说，在我这个岁数，不断长胖是件好事。我还是不羡慕你。那个老羊说，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让你长胖吗？不知道。我不想当小广播，羊说，不过他们想让你长胖，只是为了要杀你。就是这么回事。他们要做什么？威尔伯尖叫起来。杀你，把你变成熏肉火腿。一到天气变得实在太冷的时候，几乎所有的猪年纪轻轻的就都被农民杀了。在这里，圣诞节杀猪是一种固定的阴谋活动，人人都参与。威尔伯听到这个恐怖的消息，一下子就崩溃了。他嚷嚷着，我不想死，他只想活着，舒舒服服地躺在肥料堆上。他只想和朋友们在一起，只想呼吸新鲜的空气，只想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谁不是这么想的？威尔伯一点错都没有。可是他是一只猪，他的生死掌握在别人手里，养他的人想让他死，他就活不了，这真的不公平。但又有谁能救得了他呢？猪的命运难道不都是这样吗？就在威尔伯万念俱灰的时候，夏洛出来说话了。你不会死。什么？真的吗？威尔伯叫道。谁来救我呢？夏洛说，我救你。怎么救？威尔伯问道。这得走着瞧。不过我要救你的。你给我马上安静下来。你太孩子气了，你马上停止。别哭了，这种歇斯底里我可受不了。夏洛说。夏洛会怎么救威尔伯呢？我们都很好奇，威尔伯也很好奇。夏洛说，我还在盘算。他让威尔伯打起精神来，睡得足足的，永远不要紧张，永远不要担心，把食物嚼得烂烂的，把它们吃光光，只除了必须给坦普尔顿留下够他吃的那一点点。你要胖起来，过得好，保持健康，不要失去勇气。不得不说，夏洛真的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也是一个哲学家。无论面对任何困难，首先我们要保持健康的身体，还有勇敢的热情，这样才能够过好每一天。一天又一天，夏洛冥思苦想，他答应过威尔伯救他的命。从那以后，夏洛就开始思考了。他决定说到做到，绝不食言。夏洛天生耐心好，他从以往的经验当中知道，只要等得足够久，苍蝇自然就会飞到他的网上来。所以他断定威尔伯的问题也一样，只要等得足够久，那么好主意一定会来到他的脑瓜子里。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智慧，叫做等待。有的事情一定要慢慢来。最后，在接近7月中旬的一个早晨，聪明的夏洛终于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当天晚上，他就在猪栏上面忙活起来。第二天早晨，天空雾气未散，夏洛在猪栏上面织出了一张网。那个蜘蛛网点缀着几十颗小水珠，在阳光中闪闪烁烁，上面出现了一个神秘可爱的图案。负责给威尔伯送饭的雇工勒维看了一眼，一下子就被夏洛的网惊呆了。为什么呢？这张精致的蜘蛛网的中心整整齐齐地织出了几个大字，是王牌猪。勒维赶紧叫来了朱克曼夫妇，他们久久地盯着那几个字母。朱克曼先生赞叹道，我们这只小猪是一只特级好猪，它是一只王牌猪，这猪是天字第1号的。很快这个消息就在全县传开了，人人都知道发生了奇迹，朱克曼家有只王牌猪。大家纷纷赶来看，读着夏洛网上出现的那几个大字，引起了轰动。朱克曼先生一家乐开了花，只有这一次奇迹还不足以保证威尔伯一世平安。为了能够让威尔伯彻底地摆脱被吃掉的命运，夏洛又相继织出了一张一张的网，上面都有字，了不起，光彩照人。书里是这样写的：勒维连忙奔过去叫朱克曼先生，朱克曼先生连忙奔过去叫朱克曼太太，朱克曼太太连忙奔过去打电话叫阿拉布尔先生和太太，阿拉布尔先生和太太连忙爬上他们的卡车赶来，他们全都站在猪圈前面，抬头看着蜘蛛网，看了又看。这时候威尔伯真正觉得了不起，他静静地站着，挺起他的胸，把猪鼻子晃过来晃过去。这段描写非常适合孩子们的阅读，而且适合大声地读出来。你看，威尔伯也在努力地配上那3个字，叫做了不起。
它摇身一变，成了一只人见人爱的网红猪。每天来到他的猪栏边，站在那里欣赏他的观众超过100人。他出名了。随着威尔伯名气的增加，他的待遇也比以前好了很多。这个时候，朱克曼先生决定带威尔伯去参加县里举办的市集，要去参加评奖。威尔伯在心里想，如果自己能在集市上出人头地，也许还能赢得点奖金。这样一来，朱克曼先生就会让他活下去吧。威尔伯就去邀请夏洛，快帮帮我，跟我一起去集市。这个时候，夏洛已经快要生宝宝了，他想留在家里产卵，但是威尔伯那么真诚地来恳求他，他需要自己的蜘蛛朋友，所以夏洛还是决定跟威尔伯一起到集市去。另外一起同行的还有那只老鼠坦普尔顿，他在以后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就这样，他们来到了热热闹闹的市集上。威尔伯的隔壁是一只很大很大的猪，他听到有几个人称赞，那只猪有那么大的个子，看起来真是了不起。加上夏洛感觉到自己很不舒服，这让威尔伯特别没有安全感。他在担心自己到底能不能够获胜。为了帮助威尔伯取得胜利，夏洛必须为这只小猪再织一次网。这对于即将产卵的夏洛来说，无疑是在透支生命。但是他还是决定要为威尔伯做这一切。这是我写的最后的字眼了。这一次，蜘蛛夏洛竭尽全力织出了网，上面有2个字：谦卑。夏洛说，谦卑有2重意思，谦是不自高自大，卑又有低下的意思，这全合乎威尔伯。他既不自高自大，也总是在地面上，位置低下。凭借这2个字，威尔伯又一次引发了轰动和好评。他如愿获得了集市的特别奖，奖金有25块，还有一个刻了字的美丽的奖章。就在领奖的时候，威尔伯在台上激动地晕倒了，所有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关键时刻是老鼠坦普尔顿向着威尔伯的尾巴猛猛地咬了下去，咬下了他鼠生中最有功德的一口。威尔伯一下子被疼醒了，嗷的一声站了起来。这只了不起的、光彩照人的、谦卑的王牌猪，终于出现在众人的鼓掌中。他不必再担心会被做成熏肉火腿了。而夏洛，他拼尽力气织完了网，趴在那里一动也不动。他正在慢慢的死去，他连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集市即将散场，最后空无一人，场地上满是瓶子和垃圾。在来过市集的数以千计的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一只灰蜘蛛曾经起到过这么重要的作用。夏洛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这个时候他很安静。威尔伯非常伤心，他问夏洛：“你为什么为我做这一切呢？我不配，我没有为你做过任何事情。”夏洛的答案是：“你一直是我的朋友，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为你结网，因为我喜欢你。再说生命到底是什么？我们出生，我们活上一阵子，我们死去。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真是毫无意义。通过帮助你，也许可以提升一点我生命的价值。谁都知道，人活着该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这段话非常感人，我每次看都会觉得很感动。我们在这里停一下，来问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夏洛，威尔伯会怎么样？孩子们一定脱口而出说，没有夏洛，威尔伯就被变成火腿了。但如果你多读几遍就会明白，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没有成长。自从夏洛开始帮助这只小猪，威尔伯每天都在竭尽全力，活得跟他的名声相称。夏洛说他是王牌猪，威尔伯就尽力让自己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夏洛说他了不起，威尔伯就尽力的让自己看上去更了不起。夏洛说他光彩照人，威尔伯就尽力让自己看上去光彩照人，这就叫成长。威尔伯原本特别胆小，特别单纯，他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被判处了死刑，因为他是一个没有价值的落脚猪。可是他遇见了福恩，遇见了夏洛，遇见了友谊和爱，这让他努力的成长，就像我们一直期待的那样，要长成更好的自己。所以相称，就是你感受到了那么多的温暖、爱的鼓励，所以你有了目标，你要为他努力，你会坚持下去，这是爱和尽力结出的果实。那再来问第二个问题，夏洛对威尔伯那么重要，那么威尔伯对夏洛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没有威尔伯，夏洛会怎样？一只渺小的蜘蛛拯救了威尔伯的命，因为他们是朋友。那他们是怎么做朋友的呢？这只小猪并没有嫌弃蜘蛛的丑陋，它赞美蜘蛛的智慧，
把他当作朋友。所以夏洛明明知道陪威尔伯去集市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可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去了。这就是士为知己者死。所以夏洛是伟大的。他说，一只蜘蛛一生只忙着捕捉和吃苍蝇是毫无意义的。正是通过帮助威尔伯，帮助一只小猪，夏洛提升了自己生命的价值。所以好的友情其实就是相互成全。此刻威尔伯看着夏洛一点一点地耗尽了生命，他想要带好朋友回家，但夏洛回不去了，因为他太衰弱了，1-2天之内就会死掉。威尔伯悲痛万分，他很快就要被带回谷仓，可是他又不想把夏洛抛下，怎么办呢？他突然想到，夏洛产下了514只卵，他决定要把夏洛的孩子们带回谷仓去，这是他一定要为夏洛做的事儿。可是小猪够不着那个卵袋，因为夏洛在高高的地方生下了自己的宝宝。然后小猪就去找老鼠坦普尔顿。听我说，威尔伯大声叫道，夏洛生了重病，他只能活很短的时间了。由于身体不好，他不能和我们一起回家，因此我绝对必须把他的卵袋带回去。我够不着，又爬不上去，只有你能把它拿下来。现在1秒钟也不能再耽搁了，人们就在往这儿赶，要把我们带回去了，他们随时就会到这里。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坦普尔顿，你快点爬上去，把那个卵袋拿下来吧。这是非常真诚和急迫的需求。可是坦普尔顿听后毫无所动。为什么呢？他看着威尔伯着急万分。这个老鼠开启了吐槽模式，他心中有沉积了很久的不满。他说，你们指使我干这个干那个，你们对我没有一句好话，你们没有人关心过我，我为你们做了那么多。这一幕很意味深长，我们不能只是在需要别人的时候才把别人当作朋友去指手画脚。很多紧要关头，命令和哀求都不一定有效，而善意和爱才能让人心甘情愿。最后威尔伯对老鼠说，只要你把夏洛的卵袋拿下来，从今以后当勒维给我喂食的时候，我一定让你先吃，我让你在食槽里爱吃什么就挑什么吃，在你吃够之前，我绝不碰食物。成交。老鼠被说服了，这就是说服人的秘诀。第一，要有足够的诚意。第二，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考虑。对一只老鼠来说，可以实现美食自由，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事呢？在坦普尔顿的帮助下，威尔伯在最后关头成功地带走了夏洛的卵袋。这是夏洛最伟大的作品，里面装着他的514个卵，他的孩子们。夏洛用前腿和威尔伯告别，就像他们初次见面时那样，从此不会再见了。因为夏洛的生命到了最后，他们依依不舍，深情致谢，我会记得你。回到谷仓后，威尔伯整个冬天都一直盯着卵袋，他一直忘不了夏洛。夏洛的旧网还剩下几根丝，在门口上飘扬。每天威尔伯都会站在那里，看着那张破了的空网，他的喉咙一阵哽咽。没有人有过这样一个朋友，那么深情，那么忠诚，那么有本事。为了夏洛，威尔伯像是护卫自己的孩子一样保护着夏洛的卵袋。对威尔伯来说，生活中再也没有一样东西比得上这一团小小的圆球那么重要。那是夏洛的孩子，不管什么东西都比不上他。这就是爱的力量，它会一代一代传承。春天来临的时候，小宝宝们终于出世了。小夏洛们一个一个从卵袋里出来，看到这一幕，威尔伯的心砰砰直跳。那些小蜘蛛向他挥动前腿，有几十只、几百只，威尔伯不会数数。不过他知道，他有了许多许多的新朋友。可是不久后，一个安静的早晨，那些小蜘蛛们纷纷趁着微风飞走了。威尔伯就那么眼巴巴地看着小蜘蛛离开栅栏，乘着风飞往世界各地。小猪很难过地扑倒在地，闭上眼睛，他被夏洛的孩子们抛弃了，这几乎是世界的末日。威尔伯开始痛哭，哭着哭着，他睡着了。等到他醒来，已经是下午后半晌。威尔伯垂头丧气地走到门口，站在那里，想着夏洛。这时候，他猛然听到一个很小的声音：“你好。”那个声音说：“我在你头顶呢。”“我也是。”另一个很小的声音说。“还有我。”第三个声音也说：“我们3个留下来，我们喜欢这个地方，我们喜欢你。”威尔伯抬起头看，门梁上结了3个小小的蜘蛛网。
每个网上都有一个夏洛的女儿在忙着工作。这些小蜘蛛们向威尔伯介绍过自己的名字，她们是3个小姐妹。威尔伯的心里洋溢着快乐，他觉得自己该在这无比重要的时刻发表一篇简短的讲话。他叫出了这3只小蜘蛛的名字：快乐、阿拉妮、内利，欢迎你们来到谷仓底。你们选中了一个神圣的门口接你们的网。我想我应该告诉你们，我一向全心全意爱你们的妈妈。我的性命是她救回来的，她卓越漂亮，一直到死都忠心耿耿。我永远珍藏着对她的回忆。对于你们，她的女儿们，我发誓和你们友好下去，直到永远。对威尔伯来说，这是一个快乐的日子。接下来是更多快乐的日子。每年夏天都有新的小蜘蛛出世，代替老去的。生命此消彼长，但爱不会消失，它会一直延续下去。可是威尔伯永远忘不了夏洛。他虽然热爱他的子女、孙子女、曾孙子女，可是这些新蜘蛛没有一只能取代夏洛在小猪心中的位置。夏洛是无可比拟的，这样的人物不是经常能够碰到的，既是忠实的朋友，又是写作好手。夏洛两者都是。这就是书中的最后一段。什么是真正的友谊？书里面有一段对话，我们一起来温习。威尔伯说：可我并不了不起，夏洛，我只是普普通通一只猪。夏洛回答：可我觉得你了不起，这就行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觉得你了不起。这就是真正的友谊，不是因为你富贵，不是因为你有名，不是因为你强壮美丽，你才了不起，我们才能成为最好的朋友。我们成为朋友，因为你就是你本来的样子。所以读完这本书，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你找到自己的夏洛了吗？他为你织过什么样的网？你有没有成为别人的夏洛？你又为他织出了什么样的网？今天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欢迎点赞订阅，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那我们下次再见。